我们前天才最后确定了水立方的拍摄方案，今天大家闺秀就也向水立方的管理部门提出了拍摄申请。这不是巧合呀，这是严重的泄密。先不要给事情下定义，我看呢，应该以最快的速度来解决问题。2条路：一，改变原地方案，重新策划；二，抢在大家闺秀之前把成片拍出来，这一期的杂志提前面世。想要抢先，那只能看拍摄场地的批准速度了。乔总监，场地的事情你去负责，我跟陆明另外想办法，双管齐下。陆明走。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偷人创意，我绝对不会让大家闺秀得逞。哎，邓林啊，你东西忘了？哦。第二些很喜欢以水立方为背景的这个创意，我呢去找人争取以最快的速度拿到拍摄许可证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改变方案了。你去查一查，到底是谁向大家闺秀泄的密？对韩善不忠的人，我们不能不把他揪出来。应该就是那个吧？哎，邓源，那个乔总监找你。哦。好，我马上送过去啊。乔总监，你找我啊？邓林，你有话要跟我说吗？当年你做模特的时候，跟另外3个并称4朵小金花，小金花都已经转行，跟你最要好的嫁给了一个摄影师，而且还有了一间工作室。你前几天见过他？我不是故意要泄密，是因为太期待水立方这组照片，顺嘴跟他们说了一句。可是没想到，你没想到的是，他的摄影师丈夫已经跟大家闺秀签了约，从他老婆的口中知道了我们的创意，就迫不及待地献给了东家。等主编回来，我去向他坦白。坦白？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对韩善又有什么好处呢？水立方的拍摄许可证我已经拿到了，而大家闺秀最起码还要再等半个月。我们这期杂志呢，将提前1个星期推出，把大家闺秀远远地甩在后边。所以，就算他们偷了我们的点子，又如何？这么说，我们没有一点损失啦？当然喽。乔总监，我谢谢你。哎呀，谁能保证不犯错呀？更何况是无心的错。你呢，就不要有思想包袱，继续你的工作啊。可是，你怎么跟主编说啊？难道你要瞒着他？我们跟模特公司就这个方案也沟通过啊，谁能保证不是他们泄的密呢？可是，好啦好啦，你的为人呢，我是清楚的。
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啊。不过以后啊，跟朋友说话可要小心点喽。好了，没事了，去吧。我希望召开的是全单位的大会，一个也不能少。陈社长，今天大伙儿都忙，我想我们改天好吗？那好，我今天要说的第一个问题是，自从我接任韩尚社长一职之后，我认真的阅读了咱们办的几期杂志，问题很严重，很复杂，也很触目惊心呐。限量版皮包、手工皮鞋、豪华别墅、私家游艇、顶级跑车、私人飞机、环球旅行、超5星级酒店。翻开韩尚，全是这类内容啊！我们不仅要考虑，我们的杂志到底是办给谁看的？过分的宣传奢侈品，为铺张糜烂的生活摇旗呐喊，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办杂志的方针吗？这是其一。其二，那么多广告篇幅，就没有几样国产的，这是什么立场？国货当自强啊！我们作为杂志人，应当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弘扬国货的义务。我们不是也有中华历练、江南布衣？这些年，我们的山寨服装、山寨手机，不是也很争气吗？为什么不多宣传宣传他们呢？看看，这就是对国货的态度，就是对杂志人应有的良知的态度。陈社长，那要照您的意思，我们的杂志就不是韩尚了，这不就是超市的商品打折单吗？所以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头等大事。韩主编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陈社长，您的思维真的很奇妙。我想在座的各位每一个人，包括我们都需要很多的时间去慢慢的消化一下。你们各位，陈社长的要求应该都听明白了吧？对不对？回去好好的想一想，去思考一下。等到下一次我们开会的时候呢，尽量发表一下你们所有的想法。现在呢，就各回各的岗位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哎，还没解决问题呢。陈社长，我看这样吧，我请您到我的办公室去，再加上乔总监，我们一样开会，把开会的范围缩小，如何？啊，好，是我考虑不周了。那您，我们应该先开一个韩尚的峰会。如此在外形上标榜自己，肤浅的。哎，小周啊，一会儿把会议记录拿到我办公室来，让我过目。啊。韩主编，乔总监，请问我的办公室在哪？有这个必要吗？乔总监让放哪儿？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你们是准备给陈社长开花房啊？这叫转移注意力大法，你懂吗？要让陈大社长在我们韩尚坐班期间专注于花草的培植，才能忽略我们韩尚的发展大计。不是说他是通晓国学的大才子吗？干脆给他备上文房四宝，让他在这儿潜心研究民族文化。哎呀，你们别这么说，
我觉得他有什么说什么，挺直率的呀。啊？哎，我估计总编这会儿正愁找不着愿意跟陈能打交道的人，就这么定了。以后凡是社里要跟这个陈大社长打交道的活儿，你包了啊。新来那个仓库保管员还没进门就把韩上念成了很上，哎，我怎么没见你夸他坦率呀？上董们没能阻止他。上董说了，如果他想坐班，就到 TMG 大楼给他安排一间工作室。可陈能不答应啊，说要跟韩善同呼吸共命运。随机应变吧，只要他不扰乱正常的秩序。你还真打算为他召开大会啊？不，绝不能再给他这种机会，绝不能。